这个视频聊一聊为什么 DeepSeek 能让英伟达的市值从高点跌了6万亿。近几年，随着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英伟达凭借其在这个 GPU 领域的领先地位，曾经创造了股价6年上涨48倍的股市传奇，一度登顶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宝座。很多人都在好奇英伟达的这个股价的天花板在哪儿。然而到了这个2025年的2月4号，英伟达的这个股价大幅下跌到了118.65美元，跟今年1月份的这个历史高点153.13美元相比，跌幅高达 23%。英伟达的这个总市值已经蒸发了超过8444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这一数字大概是6.1万亿元。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DeepMind 发布了这个开源的 DeepSeek， 它就像一颗重磅炸弹投入了全球的科技领域。美国的科技公司跟股市都遭受到了重创，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直言不讳地指出， DeepSeek 的崛起给美国的产业界敲响了警钟。时间回溯到2025年的1月20号，中国杭州的一个实验室正式发布并开源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DeepSeek R1。其实在过去的1年里，这个实验室就陆续发布了多篇学术论文，宣称他们的这款聊天机器人在数学和逻辑推理方面的表现远远超越了世界上其他先进的聊天机器人，其中就包括 OpenAI 的 ChatGPT 模型、Meta 的 Llama 模型以及谷歌的这个 Gemini 模型。DeepSeek 可谓是性价比之王，它在短时间内仅花费了560万美元就打造出了高性能的人工智能模型，而 OpenAI 跟谷歌这些科技巨头开发这种模型基本上都超过了1亿美元。而且呢，DeepSeek 它还是开源产品，所有的人都能够免费使用。然后这个 ChatGPT 的这个 One Pro 模型呢，每个月是需要支付200美元。然后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前段时间这个 OpenAI 的这个创始人之一的这个萨姆奥特曼，他接受印度媒体采访的时候的一番言论。当时就有人问他，像这个 ChatGPT 这样的 AI 模型，如果只用1000万美元，印度能否开发出来？萨姆奥特曼斩钉截铁地表示，除了他们没人能做到，还说你不信可以去尝试一下，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然而这个现实却狠狠打了他的脸， DeepSeek 发布仅仅1周就超越了 ChatGPT， 成为了美国 iOS 应用商店下载量最大的免费应用程序。目前呢，它在全国100多个应用市场都是下载次数最多的免费应用，其中印度的下载占比最大。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呢，还扰乱了美国的金融市场。1月27号，美国股市暴跌，芯片制造巨头英伟达就首当其冲，市值损失将近6000亿美元。英伟达一直是科技领域的明星企业，近年来更是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它开发的这个芯片广泛应用于 AI 训练、数据分析、自动驾驶、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但是这次它的股价1天内暴跌 17%， 损失5880亿美元，创下了单日市值损失的最高纪录。很多人把它归结为跟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有关。然后我们走进 DeepSeek 的幕后，了解一下它的诞生故事。DeepSeek 的创始人是40岁的广东湛江企业家梁文凤，他为人低调，很少公开露面跟接受采访。2015年6月，他创办了杭州焕方科技有限公司，带领团队依靠数学和人工智能进行量化投资，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然后2019年，他又成立了焕方 AI 公司，专注于人工智能的算法研究。
这标志着它从量化投资领域迈向了人工智能技术领域。2023年5月，梁文峰正式宣布进军通用人工智能领域，并在同年7月创立了 DeepSeek， 开启了这个 AI 大模型的研发之路。他表示自己想打造一款超越世界上所有人工智能模型的产品，而且他的目标并非盈利，仅仅是源自于内心的好奇。梁文峰的核心团队都很有特色，成员呢大都是来自北大、清华等国内顶尖高校的博士，没有海归人士。他认为中国必须自己培养人才，打破所谓的中美 AI 存在1到2年差距的局面，改变创新与模仿的现状，否则中国将永远处于追随者的位置。梁文峰说到做到，仅用了2年的时间，花费了几百万美元就推出了 DeepSeek 2.1模型。他的这个团队规模不大，只有200人参与研发，而且呢 95% 的成员不到30岁，而这个 OpenAI 的团队是多达3500多人。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再来对比一下 ChatGPT 的发展历程。2022年11月发布了 ChatGPT 3， 2023年的3月升级到了 ChatGPT 4，然后这个性能有了这个显著的提升。然后2024年的5月推出了 GPT-4 的 Turbo 这个多模式版本。这个版本呢，它又能聊天，还能分析跟生成图片。然后2024年9月推出了这个 ChatGPT 1， 也是首个基于思维链模式的模型。提问的时候呢，它会像人类一样先分步思考，然后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答案，这就是思维链。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当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不是不经思考的去搜索答案然后告诉你答案，而是思考一下你为什么会这么问，你是不是还想知道点其他的，你问的是不是你真想知道的。这就是高级推理模型跟这个传统模型的区别。比如你想问今天晚上会不会刮风下雨，然后你一不小心连问题都打错成了今天晚上会不是乱风下雨，然后他会首先分析你的这个问题，纠正你想问的是今天晚上会不会刮风下雨，还会分析你的这种各种情况。然后由于我没有给出具体的位置，因为每个地方的天气不一样，思考了这个18秒之后， DeepSeek 要求我进一步提供位置信息，这就是思维链模式。当然 DeepSeek 它也不会在敏感的问题上胡言乱语，这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但是 DeepSeek 是开源软件，代码公开，任何人都能下载，并且根据自身的需求修改。微软就宣布将在其公司的 AI 平台上发布，供开发者使用。所以开源绝对是技术的进步。当然开源也有利于避免流言蜚语，毕竟中国的这个 AI 大模型都是套娃的观点，到处飞了很久了。OpenAI 曾经也要说过对大众开源，但是最后没有做到，连马斯克都调侃他应该改名叫 Close AI。 开源并不代表技术不行，在众多的这个 AI 机器人中，论编码能力 DeepSeek 和 ChatGPT、Claude 位居前3，然后它这个逻辑推理能力它排名第1，科学和知识领域 ChatGPT 占前2名， DeepSeek 排第3。然后国外的评测网站显示 DeepSeek 的综合质量分是89分， ChatGPT 呢是90分。但是这个 DeepSeek 的高级推理模型它这个响应时间比较长，我估计应该是最近访问的人比较多，它这个服务器负载扛不住，毕竟投入的这个钱也不多，应该没买太多的服务器。这个通过后期扩展服务器应该问题不大，不是什么技术问题。然后为什么开源的 DeepSeek 一出，英伟达的这个股价就喋喋不休地蒸发了6万亿呢？因为在这个 DeepSeek 之前，训练优质的人工智能模型需要英伟达的高性能的计算芯片，芯片越高级，训练效率越高。
美国国内的科技巨头为了拿到英伟达最新最先进的份额，一度是争得不可开交。美国政府为了遏制其他国家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还一直严格限制高端芯片的出口，这就大大限制了其他国家 AI 行业的追赶速度。然后2022年，美国就实施出口管制，禁止向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出口英伟达的 H100等尖端芯片。DeepSeek 的这个梁文峰也曾经表示，他们团队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资金，而是芯片的出口限制。在这种困境下， DeepSeek 团队就被迫创新，用更低端的芯片和更少的资金投入，打造出了高效先进的开源模型。这几乎就打破了美国对 AI 领域的垄断。然后英伟达的高端芯片现在不再是发展高性能 AI 的必要条件，其他的这个芯片厂商也都可以来分一块蛋糕，失去了垄断才是英伟达股价暴跌的根源所在。那么大家觉得随着这个 DeepSeek 的持续崛起，英伟达的股价还会不会继续下跌？美国是会放开它的这个芯片管制政策，还是会更加严格的限制芯片的出口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聊一聊。